领悟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没办法来这边上课。先生，你这个送件也很高的几率不会过。对，那反正就被骗了。嗨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支影片。过去一段时间呢，我拍了很多支影片，有旅游的啊，有访问等等的类型的影片。但是呢，看来看去好像没有一支影片是好好来介绍我自己的故事。所以我想说，2023年的第一支影片啊，就来聊聊我自己的故事。因为我在我的人生中的确有一些时刻改变了我往后10年甚至20年后的样子。那如果正在看影片的你呢，也有一个出国的梦想，我希望你可以从这个影片中获得一些方向，帮助你勇敢的踏出那一步。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是任何问题，也很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把分享的内容分成2个主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出国生活的动机，再来就是出国前的准备。OK，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是什么驱使我跑这么老远来这边生活呢？这个就要从我的读书时候开始讲起了。我读书一路以来都是念技职体系，所以我是从海星工商，然后电子科正修科大电子科，然后一直再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电子系。在高应大的期间呢，我很幸运去参加了这个交换学生的 program。那交换学生呢，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透过这个交换学生的过程这么远的地方到德国，因为我刚开始要申请交换学生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是在学校的网页点开去看，那我发现呢有美国跟德国。因为我当时呢对德国其实一无所知，我只知道一些德国车然后德国香肠之类的，然后慕尼黑、法兰克福这些大城市这样。所以我很自然的我就选择了美国。我选择美国以后呢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我们那时候班上有一个学长，他是当时也是到德国交换学生。那我就想说，去请教他一下，问他说交换学生的一些注意事项。那这么一问呢，他才跟我说，为什么要去美国？你到德国，你可以搭火车就在欧洲各地玩，可以体验各不同的国家的文化，可以体验更多。也是因为他这样建议，我立刻冲去国际合作组把那个美国申请表拿回来，这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。我原本是申请去美国，接下来呢就到德国来做交换。那交换的时间是半年，其实这半年呢，就像学长说的，我就去了很多地方，周边的国家都有去旅行在这边读书跟旅行都让我体验到很多事情。读书这件事情呢，国际学生都在同一个部门，然后就会有英文的课程可以去选修，你也可以去上德文的课程，但是因为我就没有学德文嘛。可是呢，上了英文课程以后，我才发现我的英文能力其实当时还不够去上课。还有一点就是我连老师写的那个板书，就是写黑板的，哇，那个字超吵的，我连做笔记都有困难了。来这边交换呢，让我领悟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没办法来这边上课。对，这是一件我当时的确有领悟到的事情。去旅行呢，在欧洲这边旅行，也让我领悟到说，德国生活环境真是还不错，跟周边的国家比起来，德国生活上比较宽敞，然后它的城市也不会太拥挤。那大城市呢？我那时候最近的大城市就是慕尼黑。那慕尼黑其实就蛮方便的。对，那我那时候住英格施塔呢，就是比较小一点的城市。旅行这件事情就让我体验到很多生活环境的不一样。虽然才只有半年，可是我就觉得说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再回来这边生活。那一直到交换结束的那一天，我在我自己房间里面在等房东来做最后的交接，然后我就看着窗外，我就想说，我是不是有一天可以再回来这边生活？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再回来这边生活？所以那时候我的心中就有了一个计划。我的计划呢，就是我想要回台湾，先把大学的学业先完成，
那大学学业完成以后呢，我可能先工作，那工作以后呢，再来德国这边找机会。那可是呢，在台湾的男生毕业后一定要去当兵嘛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我是不是当兵的这个期间，我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帮助我来德国这件事情。那一般来说，可能有一些人是在当兵这个时候好好进修、自我学习德文，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说，我如果在当兵这段期间也可以累积一些工作经验，对于往后来德国找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帮助。所以呢，后来我的想法是 ，OK， 那我要参加研发替代役这个制度。那这个制度在当时呢，需要研究所的资历才可以，所以我的规划就是这样：先完成大学学业，然后读研究所，接着去研发替代役。那提到研发替代役呢，它有几个好处，我这里列了4点。第一个呢，因为我是要来德国找工作，我没有德国这边的学历，其实是还蛮吃亏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先有工作经验，在这边找是好的。所以研发替代役基本上你就要在台湾工作3年嘛。刚才提到说，服兵役的这段期间也可以累积工作经验。那对于往后我来这边找工作，就是我相信会是一个助力了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其实都在高雄，所以研发替代役的时候，我就是锁定台北。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呢，到台北去找工作，然后还有找房子，就是很多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，我要先 run 过一遍。这些事情到未来到德国，其实也是要再 run 一遍。所以我想说，现在台北这个毕竟也是讲中文，然后也是同一个国家，这些事情做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然后，可是你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。那另外还有就是让我家人也可以习惯说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会不在家里哦。然后有些事情就是还是要跟家人沟通啊，就是慢慢的获得家人的支持。这样，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，对情感上我觉得还蛮需要家人支持的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研发替代役这段期间，你也可以存一些钱。因为存钱这件事情，希望接下来呢，就是可以靠自己。存钱这件事情，在研发替代役这时间上也是可以做到的。研发替代役快结束的最后1年，准备接下来要出国的事情，目标锁定的就是申请打工度假签，跟很多国家一样，都是30岁是一个年限嘛。那我那时候其实研发替代役结束已经是29岁了。所以我如果没有出来，那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我就只能从台湾找工作嘛。但是如果你透过打工度假呢，你就可以先到当地，然后先 set up， 先把你的生活琐事先处理好以后呢，你再去找工作，其实我觉得比较方便一些。OK， 那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去申请打工度假签。那打工度假签呢，它除了30岁以前这个限制以外，还有一些，比如说你户头必须常态性有4000欧，就大概13万以上的存款。研发替代役这段期间，肯定你的存款会超过13万嘛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问题。申请打工度假的时候呢，这个签证其实是希望你来德国这边花钱，所以你真的是要来玩的，你就是存一笔钱要来这边打工度假。你在计划书上面都是要写的，就是你要来这边花钱。那时候我在办签证的时候，我有听到另外一个柜台有说到说，如果你想要申请语言班来这边打工度假的话，其实你要申请超过3个月，对于申请这个签证会比较有帮助。因为如果你只有申请3个月的语言班，然后你说要办这个签证，他会说，那你就用那个旅游签来这边上课就好了。接下来我就要说到的是，申请这个签证，你可以用报名语言班，也可以找一个工作。那我当时呢，就是刚好在104上面找到了一个网页设计师的工作 ，Web Designer， 然后工作地点在德国。那我就立刻跟这家公司联系。那联系了以后呢，跟他们面试啊，然后这家公司就是台商。就是台湾人经营的，可是公司开在德国，所以我就跟他们接洽了一下，他们也同意给我邀请函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邀请函附在申请签证的 package 里面，然后一起送审。但是呢，因为这家公司它的负责人就是一个台湾人嘛，所以打工度假签其实它的用意不希望你来这边赚钱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在审核签证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疑虑啊。我送件以后，那个人看了看以后，
大概可能过了5分钟吧，有一个人走出来跟我说：“哎，先生，你这个送件也很高的几率不会过，问我要不要，还是想送件吗？或者是因为我如果在送件被推荐，会有个记录在，可能对于往后要申请签证会有问题。”那他就说我可以去旁边的椅子那边坐着想一下，我也真的去那边坐着想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到这个关头，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，我觉得让我有点讶异。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想了一下，我想说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从那时候交换一直到现在这一刻，想要再来德国已经想6年了。那想这6年呢，如果我现在就因为这样一个好像有点疑虑，我就没有送件，那我这6年不是就白走了吗？所以呢，我就毅然决然说 OK， 我还是送件，那不管有没有过都没有关系。那既然我就送件了，他们就要求我再补件一些东西。那这样他们后来就提了一些问题给我，就是比如说我怎么找到这个雇主的啊，然后这个雇主跟我有没有关系啊？公司工作的内容会是什么？对，我就把这些问题补足了以后再送件出去。签证办完以后，接下来要烦恼的事情就是找房子。你要从台湾找德国的房子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就连你在当地找已经是非常困难了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要找德国的房子。我交换学生那时候还不用自己找，那我就开始爬文啊，然后知道德国有哪几个网站可以找房。我有问一些德国朋友，那他也说要小心诈骗。那很不幸的，我也是受到了诈骗。诈骗的那种发文看起来都非常都中规中矩，看起来不是非常好，然后也不是很烂的那种，就看起来就是有客厅啊，然后他的描述也都讲得蛮详细的。然后跟你回复的人呢，就是你寄信给他，他也很快就回你，然后写的都非常的非常亲切。那也觉得想说，既然他回的这么好，可是呢，这有一个 tricky 的地方，就是说他会说，他因为他现在人不在德国，所以钥匙要寄放在哪里？然后我汇了押金以后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，你知道，就是想说，不然试试看好了。反正记得那时候可能是1万多块而已，想说试试看好了，被骗就被骗了。对，那反正就被骗了。基本上呢，还是就顺利出发了，但是刚开始到当地就还没有房子住嘛，就先住青年旅馆这样。可以 review 一下，就是我从交换学生一直到真的出发德国这段期间呢，我是对自己人生有这样一个长达6年的一个规划。所以其实我毕业以后，我没有太多彷徨要进入什么行业啊，或者是要找什么工作。我的目标就是很清楚，就是我毕业，然后读研究所，然后就是研发替代役，然后接着就出国。那我就是想说，给我自己1年的时间到当地去找工作。如果找不到工作，无法待下来，那我就确定我跟这个国家是无缘了。当然，这个就会变成我心中的一个遗憾了。不过我觉得给自己1年的时间也是够了。然后这1年呢，其实我也是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体验一些不同的活动，再去旅游啊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大家利用打工度假签来这边找工作，我觉得这个方式我还蛮推荐大家的。我知道大家打工度假可能很常去澳洲啊，我自己的想法是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去澳洲回来以后会觉得有点失落，就是又回到原本台湾生活的环境或是工作的环境。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，如果你到那边打工度假，你有办法在当地留下来，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，而不是说 OK 你到那边然后觉得有个很好的生活，可是因为签证的关系，你又必须要再回到原本台湾的生活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心情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失落感，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留下来多好。那如果这是刚开始的目标，就是要去那边做一些什么事，然后为了就是留下来，那我觉得可能这种失落感就会比较减少一点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大概到这里。那如果在看影片的你呢，有觉得有什么疑问啊，或者什么问题啊，不管任何事情都可以留言一下。因为现在呢，演算法很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互动，好吗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问题，就留言跟我说。那如果
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啊，订阅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更多的分享哦。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想要出国，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